牡丹是中国特有的名贵花卉，距今已有近4000年的自然生长和人工培植的园艺化的历史。它既是药用植物，又是观赏性花卉。其花大色艳，雍容华贵，富丽端庄，其味香浓郁，且品种繁多，素有国色天香、花中之王的美称，一直是富贵、吉祥、喜庆、繁荣、昌盛的美好象征。早在东晋时期，画家顾恺之所作的《洛神赋图》一画中，就会有在河边盛开的牡丹，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会有牡丹的图在。后有唐代边鸾所作《牡丹图》，周昉所作《簪花仕女图》，以及5代徐熙所作《玉堂赋宝图》，黄权所作的《牡丹图》等等牡丹题材的画作，大抵是先用淡墨勾勒轮廓，然后施以浓艳的色彩，着重于色彩的表现，即所谓双钩复色。到了明代，徐渭首开大写意牡丹之先河。徐渭画牡丹，花头及叶多用大笔蘸水调墨，以笔尖处略加浓墨，点画出牡丹花瓣与叶的形态结构。枝茎及叶脉分别用浓淡墨线条写出，花头中部墨色较浅，周边及底部略深，而花头上部则用墨点较重且繁，形成对比和变化。花蕊用浓墨点成。在清代，水墨写意画已逐渐主导中国画的发展趋势，以8大山人石涛、恽寿平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等为代表的写意画家所作的《牡丹图》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，以生活感受为源泉，大胆探索，丰富了写意牡丹绘画的多种表现技法，标新立异地在水墨牡丹写意画的创作中，走出了一条清晰而坚实的道路。近代著名画家齐白石、刘海粟、王雪涛、朱启瞻、王小谷等使造画伐古人，形成了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。在写意牡丹画的表现上，开红花墨叶一派，他们注重写生和感悟，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。在牡丹花、枝、叶、蕾等方面的表现上，巧妙运用点、线、面分布的艺术结构，透射出盎然生机。生动，这种姿态的生动，注意强调这一块。单瓣牡丹基本上这样表现就算可以了。最后呢，在这个空白的地方，中间这个部位点上这个花蕊和花心儿，基本上单瓣的牡丹就算完成了。花瓣画完以后呢，下面我们就画这个花苞和花萼，调一下颜色，以这个石绿啊、石青啊、藤黄为主，用鹅黄也可以，黄颜色也有鹅黄也可以，调成个淡绿色。这样呢，我们还用这个胭脂吧，画这个花苞。因为它已经是初开了，所以呢，小花蒂上面就不用呈现了，只把这个花苞画一下，下面可以画2个小花蒂，生动的体现一些线条。接着我们画这个花茎，2个小花枝、小花茎，
准备画叶，这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2个小花蒂上分别勾上2笔小叶筋，用胭脂色。这样我们在这个中间的部位画上这个花蕊，因为它这个花蕊啊比较靠下，所以呢，这个雌花蕊啊露的不一定太多，因为它有一个透视关系。雄花蕊在上面有一部分，用这个10绿或者是3绿都可以，在这个部位点1、2笔就可以了。就是说，这个雄花蕊啊，雌花蕊已经藏在这个花朵里面中间部分。点的时候用笔要有一些力度，注意它这个关系。上下高低层次，分散一点，点一下。这样就是这个单瓣的牡丹花，这个基本的画法就可以了。在这个画的时候呢，先确定一下这个画牡丹花头的朝向和姿态。这样呢，我大体呢画向左上方的侧的一个牡丹花头。落笔的时候，笔尖朝下，这个笔根朝上。这样呢，先落第1笔，画第1个花瓣，然后呢，敷1小笔。这时候的颜色，你看，下面重，上面自然晕染，也很符合这个牡丹花瓣的生长的姿态。敷第4笔，这时候啊，这个落笔以后，因为不等于说就是完成，还要继续，有时候要调整一下，个别的地方用这个笔尖的重色进行一些调整，明确一下这个花瓣的一些结构。笔尖部分一定要重，加点曙红，这样有深浅的层次的变化。我们再画第4笔，接着画。这时候啊，这个产生的一些自然的飞白和枯笔啊，要保留它，也可能呢，下一步画时候，这个对这个牡丹花啊起作用。因为呢，这个我画的这个牡丹呢，基本上是这个前程的和复瓣的，也就是这个绣球和台格型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花瓣比较多，变化也比较丰富。注意毛笔写出来把它。反复用笔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是这个楼阁型的牡丹啊，它这个上半部基本上用笔啊是向左右向上的方向，中间这个位置它有花叶啊，自然的就是有一些横向的，下半部分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下垂的和这个向下的一些花瓣，所以用笔啊要根据这个花瓣的长势和花的姿态灵活掌握。边画边调整，并不是说这个一笔过去以后啊就定型了，这是一个调整和整理的过程。
这些用笔啊，基本上趋向于横向了，就是不是说纯是这个向上方向的。上面的花瓣也可以啊，根据这个花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一下，也同时注意这花的外轮廓，它既是圆形的，还要有一些凸凹的一些变化。你看这个方向呢，牡丹花这个花瓣应该下垂一部分，向下来，向下用笔，笔尖朝上，笔肚朝下。这一笔呢，就是说画一个散落、即将散落下来的花瓣的感觉，这样呢更生动。造型上也破一破这个圆的很圆的这个形态，这样呢基本上呢这个牡丹花头啊，这个基本上这个就完成了。这样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大的效果。加的时候注意不要破坏整体的效果，而是更进一步的深入，掌握这一点。